這麼多房子都是空的，住的人呀不足10戶人家。你看這麼多樓房，包括後面那一排也是都沒人。國家总说振兴東北，它都没有人，怎么振兴啊？这个小镇已經快變成無人小鎮了。這是最主街，就是最繁華的商業主街。就這種房子都已經看徹底塌了，都沒人管了，就說明這個社會沒人了，房子都這樣了。前面這種新蓋的樓還有點人家，但是你看所有的這個現在是晚上6點鐘左右，所有的門店全關門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我是美玲。近年來，中國東北3省經濟持續低迷，人口大規模外流，養老金體系瀕臨崩潰，東北現象已經成為了全國關注的焦點。那麼這所謂的東北現象呢，是指該地區在經濟、人口、社會結構等方面出現的一系列的嚴重問題，其中包括呢重工業難以轉型、人口結構失衡以及經濟斷崖式下滑。你有沒有發現今年沈陽人越來越少了，路上呢都冷清了不少，看到比較火的職業吧，也就是代駕呀、滴滴呀，還有外賣小哥呀，一些個工資都少得可憐，月薪4000塊，扣掉房租水電，還剩下多少啊？在沈陽，你們說還有機會嗎？哎呦我這經濟不完了嗎？實體不樂觀吶！一共一條街不到500米啊，10幾家店面出隊，1家、2家、3家，這食品麻將社不掙錢，這怎麼診所也出隊了呢？不走不知道啊，實體不好幹吶，太嚇人了呢！飯店也關了，原來還來他家吃過飯呢，他家還挺好吃呢，太嚇人了呢！這說沒就沒呀。這就是俺們屯子300多戶，以前的時候你沒啥事上大道上你一看，這老人小孩的說話嘮嗑的那老熱鬧了。這東北的孩子又要離家了，又要南下了，1年1次啊！家鄉安置不了肉身，他鄉容不下靈魂。東北啥事能建設好啊？讓我的兒子不再離家，心酸吶！從東北出來以後啊，你會發現到處都是東北人，就東北沒有人，尤其是年輕人。我們前段時間不是回老家了嗎？在哈站候車的時候，你就明顯能看出來都是中老年人。雲南還能有點熱鬧樣哈，但是一回到老家8、5度就感覺到冷清了，人更少，大道上都沒有人。我嬸兒是在老家開了個網吧，說來上網的人都少了。老家最熱鬧的是啥？是趕大集，大集上也沒有什麼人。我小時候學校一個年級有10個班，一個班有50多個人，現在一個年級只有4個班，一個班30個人左右。博主說，過去10年間，黑龍江大約流失了700多萬的人口。那麼換個形象的說法呢，相當於每天都有3架滿載500人的客機把人帶離這片土地。那比如說，他們家族有3個孩子都在外地，一個是在北京，2個在杭州。他母親也跟着他一起來到了杭州，而他2個叔叔仍留在老家。他們一家的情況其實也折射出了老家的普遍現狀。孩子們離開家鄉，要麼把老人接走一起生活，要麼留下老人獨自待在家裡。有人問東北為啥這麼窮，是我也納悶呢。東北有糧食，自給率600%，養活了1/3的中國人。論賣糧他窮不了。東北有煤炭，賣煤他也窮不了。東北還有石油，靠石油他也窮不了。東北有鋼鐵，他能造飛機大炮、直升機、戰鬥機、坦克、潛艇、軍艦、航母，是怎麼看他都窮不了。東北經濟低迷，這是中共計劃經濟與國有制在東北推行最徹底所帶來的後果。東北曾是中共體制的試驗場，如今卻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1998年，中國大陸的工業普遍虧損，中共推動改革，東北作為老工業基地，遭遇了掠奪式、強制式的改革，導致了民眾大規模失業，當地經濟瀕臨崩潰，政府束手無策，人們只能是背井離鄉，不斷外流。中共體制在東北貫徹的最徹底，對社會傷害也是最嚴重的。如今呢，惡果已經顯現。姐妹們，我不敢去找工作，就是我現在不是在大連嗎？然後我現在從過年已經失業到現在都有半年時間了，
然後我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，我都感覺在大连怎么找工作这麼難呢？不是回家親眼所見呢，真不知道現在梅河的經濟啊這麼不好。就這2年啊，東北人口流失是最嚴重的，出國的出國，去外地打工的去外地打工，家裡邊都沒啥人了。像我們梅河口啊，60萬個人口的地方，現在走的呀就剩20多萬了。這不嘛，我回來了，看見我身後的這個早餐店啊，我走之前就有，這是開了好多年的早餐店了，現在呢也出租出隊了。就眼瞅着這一條街上的買賣啊，是換了又換呢。博主感嘆，如今經濟不景氣，現在情況比他前2年離開時呢更加蕭條了。難怪許多年輕人選擇離開東北，到外地來尋找機會。他說，在國外時呢，總是盼望着能夠回到家裡，但真正回來以後，卻不知該何去何從。若是打工呢，每個月只能掙3、4千塊錢，收入微薄。如果是做生意呢，又需要10幾萬甚至20幾萬的資金。面對現實，他感到十分的迷茫。都知道我們東北的這個人口流失嚴重，尤其是我們黑龍江，我們這裡的這個農村真實情況是什麼樣的呢？這農村啊，這個街裡這個房子啊，說10戶9空啊，可能是有點誇張點，但也差不多啊。10戶當中有7、8戶都不在啊，都沒有人住。這一排房子全都空着呢，沒人住，都不是1年2年的事了。曾經的母校鐵山中學，原來初中能有1000多個人啊，現在初中加小學加老師可能200多個人。博主小魚說，不少農村人都搬到了城裡生活了。那麼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冬天取暖太麻煩，在農村一般是靠燒煤取暖的。像一套100平米的房子，一個冬天光買煤就要花費3、4千塊錢。還得天天往屋裡搬煤、倒爐灰、掏爐子，既費錢又費力。那麼相比之下呢，如果住在城裡樓房，同樣是100平米的房子，一個冬天取暖費只要2700、8塊，而且呢完全不用操心搬煤這些事情。他介紹說，當地房價並不高，普通樓房的好樓層，比如像2樓、3樓，每平方米大約是2000塊錢。而高一點的樓層呢，比如像5樓、6樓，每平方米也只要1000塊錢。正因為價格實惠，所以很多人選擇在城裡買房。今天在網上刷到一個視頻，評論區給我笑噴了。為啥呢？就說請珍惜你身邊的東北人即將成為瀕臨物種。因為26號出了一個數據，說是出生率全國墊底的第一個就是黑龍江，第二個就是我們吉林，第3個就是遼寧。以前經常在抖音上刷到東北出生率低，一點感覺也沒有，而且俺家孩子幼兒園小孩也挺多的，一點感覺也沒有。然後昨天和我媽嘮嗑，然後我媽說我們屯子近10年就生了俺家1個孩子，就1個。哎，聽說下個月我大叔就大鵬呢，我大叔家還能生1個孩子，但是10年就生倆。整個2021年東北3省的人口出生率啊，只有 0.43%。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韓國，人家都有 0.52%。東北的生育率比全球最低的韓國還要低，而這可能只是開始，因為2030年開始啊，我國將會進入嬰兒潮一代的死亡期。整個東北最多每年的死亡人數將近300萬，加上人口常年流失，東北每年將要減少的人口可能會高達500萬，而出生人數也許每年不足10萬。據最新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東北3省總人口約為9500萬人，比2020年減少了大約是400萬。從2010年人口峰值算起呢，東北人口已經累計流失超過了1400萬人。那麼假如從2030年開始，每年都以500萬人口的速度流失呢，那麼再過20年，整個東北的人口幾乎將所剩無幾。東北要是再這麼發展下去啊，比東北虎都得珍貴啊，都快成瀕危物種了。為啥這麼說？出生率太低啊，一年出生38萬，往出走的就有100萬，老鐵們，這占啥比例啊？是不是啊？我們現在回屯子瞅瞅，不管是磚房、瓦房還是土房，有的起2層樓、3層樓了，主要是没有人住，都在那空着呢。那咱們到县城裡了，也是一樣的。县城里现在啊，年輕人都出去了，都是姥姥姥爺、爺爺奶奶帶着孫子、帶着孩子去上學去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說咱們整個東北靠誰來振興啊？
博主說，現在去三亞旅遊，一下飛機就能聽到東北口音。到了雲南，你会發現開网约車的司機、經營民宿的老板也有不少是東北人。博主大涵涵是南方人，他說，在没有來沈陽之前，經常在網上看到一些評價，覺得東北人好像愛喝酒、愛打架，說話就像是在吵架。可真正来到沈陽之後呢，他才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。他剛下飛機就打了一輛 taxi， 因為行李比較重，他自己拎不上去，又不好意思開口讓司機幫忙。結果呢，司機還沒有等他開口，就主動帮他把行李放進了後備箱。一路上，司機還熱情地跟他聊天，問他是從哪裡來的，還推薦了不少當地的美食，讓他一定要去嘗一嘗。那一刻，他才發現，原來自己對東北人的印象全都是錯了。而讓他更為驚喜的是，他發现沈陽的物價很便宜。第二點，我必須還真的得說一下，這裡的物價是真的很便宜，就是一碗牛肉麵才8塊錢，而且裡面的牛肉還特別大，你知道嗎？那肉塊可大。我跟你講，相同的物價在我們那裡最多給你一碗小酥麵，然後裡面再給你放2根小青菜，放2根小青菜都還是蠻好的了。還有一點，這邊的人哦，真的很熱情。我在廣東15年了，有房有車，生活也比較安定。但是每次別人問我是哪兒的時候，我總是迫不及待的、驕傲的跟別人說我東北的。每次我一聽到東北的消息呢，也是那種格外的傷心。可能這就是離家在外的孩子刻在骨子裡邊的那份牽掛吧。出來15年，我也慢慢的習慣了廣東這邊生活方式，但是我心裡面就總會想，我得回東北，我得回東北，我得回東北。然後現在每次一提回東北，我心裡面都有點傷感，就因為知道我們可能未来就回不去了。據了解，東北人口流失严重，年輕人大多是外出打工。疫情之後，許多中老年人去世了。近幾年更是出現了不少的无人村、无人鎮。吉林长春的王女士告訴記者，我们村子已經好幾年沒有新生兒了，孩子都沒了，學校也荒廢倒塌了。東北出生率特別的低，每年還不斷有老年人去世，房子空置的是越來越多，價值呢也不高，有條件的人基本都到市裡去買房去了。黑龍江大興安嶺18站林場的劉女士表示，以前這裡人口有幾萬，南方人還來辦了不少木材加工廠，如今產業衰落，人口大量流失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黑龍江绥化的李先生說，我們東北到處都是墳包，村裡只剩下10來戶人家，20來口人。走出去的人呢，過年也不回來了，去世的人也不再運回埋葬。你們看看這景象，是不是讓人心裡發涼？我守在這片土地上，生在這裡，死也要歸在這裡。珲春市地處中朝俄3國的交界，村民大多選擇出國打工，甚至會移民到海外，導致邊境人口空虛。近幾年開始有補貼政策，鼓勵村民返鄉定居。吉林珲春的張先生說，在國外打工比在國內要強得多了。國內幹同樣的活呢，一個月是3、4千塊錢，在國外能掙到1、2萬。所以我們村的人幾乎都出去了。現在農村房子有邊境補貼，老人們都搬回來住了，也不賣房了。每人1年能領個3000塊錢的補貼。家裡人口多的話呢，住幾年房子錢就回來了。不少東北村民透露，農村房子價格低得像白菜，一套帶院子的房子呢，幾千到幾萬塊就能夠買得到。但很多房子沒有房本，無法過戶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